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热度爆表古装剧扎堆，诚意粉圈狂欢背后，真正能留下几部神作？爱奇艺今年这几部古装剧，咱掰开说说。今年这爱奇艺的古装剧阵容，照着表一排，看着挺热闹。其实门道不少。第一，你要说冷门戏码，当真没几个。大头是诚意、李一桐那狐妖小红娘王权篇，一个是粉圈能打低流量小生，一个是一直稳稳在线的姑娘。按理说该有人看，但话说回来，这狐妖系列吧，前几部都叫好不好，叫做不行。粉丝之外的观众根本没见大动静，更没听谁说这剧牛啊。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不够沾地气。好多编剧老爱端着玩玄幻、玩设定，可到头来，谁又真把王权富贵这几个字琢磨透了？我跟你说，明面上看四大制作，其实都是套路堆出来的壳。诚意、李一桐的狐妖王权篇到底稳不稳？掰开了说，这剧带那么大流量，热度不愁，但真能留下啥吗？先看诚意，长得确实俊，剧组也舍得下本，但观众不是光看脸的，一开口台词，吃不吃劲儿的看过来人掂量。有些戏硬是被粉圈刷火了，可懂行的观众心里清楚，没点生活经验，这兵器培养的王权富贵啊，纯靠想象。你真见过那种自小在刀尖上混大的种吗？走路都带点劲儿，说句话不直不拐，谁能演得像？诚意这块子儿往那一搁，光靠妆发和系统训练，还是演不出老江湖那味道的。李一桐这小妖蜘蛛精青铜，你要搁戏班里挑，准是漂亮机灵的角。可惜啊，光有皮香还不够，妖的那股滑头劲，人间那点悲悯味儿，演技到不了，观众一眼就能挑出来。唐朝诡事录之长安，这不能炸。说心里话，这剧还真值得看。杨旭文、杨志刚那两张脸一出现，你就觉着踏实。咋说？就是底子结实。这哥俩不是靠妆发凹造型，是真正在生活里泥坑里摔打出来的那种精气神儿。前两部口碑咋出来的？就凭一个字：实。咱都看过。服化到细节全在腔子里，观察100沾着你点子，夜里的灯芯全是油布自己擦，刀口见血，不为了酷，是真有危险那股狠劲儿。编剧不是生生给你编鬼故事玩意儿，而是把大唐那点人情，那股人心的诡谲味儿，全掰开揉碎给你看。怕啥？就怕第三部赶工，细节偷懒，那可就砸招牌了。不过看这进度，那宣传劲8成不会掉链子。还要说《唐鬼奇谭》那2个单元拆成微短剧，图个啥？就是细节攒不够篇幅，怕影响整体节奏呗。这个做派，业内人都懂，导演是要活细腻，不凑数。古装剧哪个真能留下名气？说到这儿，咱得问一句，观众最吃哪一口？说白了，谁生活里见过神仙精怪？真能信吗？那些飘在天上的玄幻，老百姓看个新鲜，过2天就忘干净。你拿唐朝诡事录出来，人心、人命、阴谋、算计，全都是从咱身边的现实里扒拉出来的。服装是脏的，道具是旧的，台词一句带着泥土味儿，这才叫真。你写心得也好，讲故事也罢，最忌讳假大空。咱说句实在的，粉圈热闹归热闹，观众只认一个理儿，有没生活，能不能感同身受？今年这几部剧，真正能像老酒一样越放越有味的，十有八九还是得看那种扎根泥里的活儿。剩下几个月的戏，值不值得等？一句话，热闹归热闹，真能留得住人的不多。粉圈的顶流，数据刷的刷响，热搜天天挂着，可没有生活底子的戏，火得再快，再过2年也没人聊。
你要问我今儿这几部剧值不值一等？狐妖王全篇看看热闹的了，该干活还干活。唐朝诡事录之长安真能判。别的不说，咱就看那演员一身的生活气，能不能把细节拍明白了。好的，我来帮你把这篇文章扩充到大约1000字的中文版本，保持原本犀利、接地气的风格。热度爆表古装剧扎堆，诚意粉圈狂欢背后，真正能留下几部神作？爱奇艺今年这几部古装剧掰开了说。今年爱奇艺的古装剧排面看着挺热闹，一个接一个扑面而来，流量演员、熟面孔全都在表上排着。可真要论门道，热闹背后却藏着不少冷门和问题。狐妖小红娘、王全篇流量撑得住，作品能不能立得住？这部剧放在表头也正常，毕竟主演程毅是粉圈能打的流量小生。而李一桐是业内公认的稳健女演员，两人搭档怎么看都有话题性，流量粉丝自然是一呼百应，热搜也不会少。可问题在哪儿？狐妖这个 IP 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前几部作品口碑就是典型的叫好不好，叫做不行。真要说出一个观众间口口相传的神作评价，没有。原因简单，就是不够落地。编剧们喜欢端着架子玩玄幻设定，写得天花乱坠，但观众看着总觉得飘着。什么王权富贵的宿命，这几个字写在本子上挺响亮，可真有人把人物掰开琢磨透吗？观众心里清楚，缺了那股子生活气。程毅长得俊，这没得说，剧组妆发造型也舍得砸钱。可光有外表不行，台词一开口，气场够不够，能不能真演出那种刀尖上舔血的狠劲儿，就见功夫了。王权富贵这种人物，靠想象是演不出来的，得有老江湖的底子。李一桐的蜘蛛精青铜，外形条件合格，灵动漂亮，可妖的滑头劲，人间的悲悯味儿，能不能传递出来？这就是考验。妖精不是只靠美和娇俏就能撑住的角色。演员如果把握不到位，观众一眼就挑出来了。所以这部剧热度不会少，但真能留下口碑和深度，难。更多的可能就是一时热闹。唐朝诡事录之长安最有希望留下口碑的作品。相比之下，唐朝诡事录系列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。前两部凭什么立住了？就一个字，实。服化倒不是摆拍，而是带着泥土味的生活质感。观察100上有泥点子，夜里的灯芯油渍斑驳，刀口见血不是为了酷炫，而是真有危险感。观众看着就觉得靠谱。杨旭文、杨志刚这样的演员一出场，你就有底气。他们不是靠造型撑场面，而是那种带着现实感的精气神，眼神里有故事，走路有分量，说话有火候。这些东西是从生活里摔打出来的，而不是训练班里背下来的。编剧功底也重要，他不是为了吓人编个鬼故事，而是把大唐人情世故、人心诡谲掰开揉碎的展现出来。阴谋、权谋、命运，观众能看得进去，也能代入。有人担心第3部会不会赶工偷懒，砸了招牌，但从目前宣传和制作节奏看，大概率还是能稳住。尤其是《唐诡奇谭》拆成微短剧，就是为了不凑数、不拖沓，把节奏和细节打磨好。这样的态度，业内人一看就懂，导演和团队是真想做点东西。古装剧到底什么能留下？观众最认的不是特效，不是玄幻，而是生活气。那些神仙精怪，谁现实里真见过？看过一眼，图个新鲜，2天就忘。能留下口碑的，都是贴近生活的内容。你看《唐朝诡事录》，那是把现实里的阴谋、算计、人心的复杂移植到古装语境里。服装是旧的，道具是脏的，台词带着泥土味。观众看完心里觉得真，
这才是作品的生命力。反观那些靠粉圈刷出来的剧，热闹归热闹，数据飞快，可离开粉丝群体，观众会真心聊两句吗？往往2年后，连名字都记不住。今年还能盼什么？今年剩下的几部古装剧，真能留下名气的，十有八九还是那种扎根泥土的作品。《狐妖王》全篇值得看个热闹，粉丝们嗨就嗨去吧，但要说留下深远口碑，很难。而唐朝诡事录之长安才是真正值得等的。只要演员还保持那股子生活劲儿，只要细节不偷懒，他就能继续立住，把系列口碑再往上一推。热闹容易，真留下来的难。观众心里都有杆秤，粉丝的狂欢是一时的，真正能像老酒一样越放越香的，永远是那些脚踩泥土、带着真气息的作品。